我大哥是轻松很多，其实真正帮到我大哥的人不是我们，而是苏南哥，他和我大哥是好哥们，毕业后就被我大哥拉入了战士集团，是我大哥的左膀右臂，他能力很强，我大哥的办事效率也极高，以前公司里的人都跟不上他的办事效率，他速度慢下来，还是和我大嫂结婚后有了家庭，喜欢黏着我大嫂偷香，他就不像以前那样疯狂办公了，就是应酬都少了，以前他应酬到深夜才归，现在啊10点之前准会到家，天王老子都拉不住他。不过与我们战士合作的那些老总也清楚这一点，只要与我大哥谈合作的事，争取在白天就办好，不想拖到晚上。欧阳雅笑了笑，眼神里带上了几分的羡慕，说道：以前我不知道你是战家的六少爷，知道之后我就关注了一下你们战家，你几个哥哥都是宠妻狂魔呀，在你们管城是出了名的。战远看着他，意味深长地道：我们家的男人都是宠妻狂魔，家风如此，嫁入你们家的女人会很幸福。战远，你可有喜欢的人？欧阳雅随口问道。目前还没有，我不着急，还年轻呢，我大哥都是30岁才结婚的。战远是一点都不着急。你的追求者很多吧？有是有，我没有给他们机会，他们纠缠一段时间就会死心放弃。在管城，我也很低调，很少人知道我是战家的六少爷。战姓在管城是人数少了点儿，不代表没有的。当然听到姓战的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战氏集团这个战家。不过战氏族人那么多，只要战远不说他是六少爷，别人只会以为他是战氏的族人。他就喜欢做菜，几乎天天都扎在厨房里，来往的人也不多，平时也鲜少会出席宴会，如此低调的六少的确没有多少人认识。听说可能听说过，但战远本人他们没有见过。欧阳雅因为战远的身份，重新去了解过管城的第一豪门，知道战家的家风极好，战家的男人只要结了婚，都忠于妻子，忠于婚姻。如果真要挑刺的话，就是战家被人说成和尚庙，连续好几代没有生过女儿了，嫁进去的女人都是生儿子。战家老夫人如今最想的就是能抱个曾孙女。战远的亲大嫂怀着身孕，估计快要生了，不知道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。很多人说海童第一胎肯定是儿子，你们只要管城的豪门联姻吗？欧阳雅想到了妹妹，试探地问了句。没有呀，我大嫂和二嫂就是管城的，三嫂和准四嫂都不是管城人，五嫂的情况我不知道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管城人。我奶奶说了，只要女方人品好，女方家庭不介意他们远嫁的话就可以了，不会要求一定娶管城的女孩子。若是女方介意远嫁，他们想让我们上门的话，除了我大哥是当家人，他不可能上门。我们这几个家里长辈都无所谓的，只要我们幸福就行。他们有庞大的战士集团当靠山，自身又都是能力很强的人，哪怕当上门女婿也不会被女方欺负。女方想欺负他们，都得考虑考虑他们背后的战士集团。不过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兄弟当上门女婿的。战远心想，他可能会开个先例。欧阳雅现在责任重大，小舅子太小了，等小舅子能接班还要等10几年，欧阳雅至少还要打理家族企业10几年的时间。欧阳雅听得美眸闪烁，你们家长辈思想那么开明，以你们家的家底完全不必上门的，想来也没有多少家庭敢让你们兄弟上门。长辈是很开明，事实上我爸妈我叔婶都不管我们年轻人的私事，也就是我奶奶闲得无聊才会管一管，催着我们去拱白菜。你是不知道我奶奶怎么骂我们的，骂我们是猪，说她花费那么多的心血培养我们这几头猪成才，连人家的白菜都不会拱，说我是猪还真是猪。欧阳雅先是错愕，随即忍不住笑了。都说战老夫人是个老顽童，还真是呀，你奶奶肯定很好玩，很好相处的。战远说道，
我奶奶是很好相处，她老人家特别疼爱女孩子，只要孙媳妇进门，她眼里就只有孙媳妇，孙子都得靠边站。我兄嫂们若是闹点矛盾，我奶奶总是站在我嫂子们那一边，责骂我兄长们惹毛她老人家，她还会抡着拐杖追着打呢。大小姐，你哪天有空可以去我们管城旅游，到时候我给你当导游，再领你去我们悠悠山庄玩，见见我奶奶，保证我奶奶会很喜欢你的。欧阳雅颇为心动，她的确想见见那个名声很大的战老夫人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，每天有开不完的会，处理不完的文件，时不时还要出差，鲜少能有旅游的时间。过年有几天的假，他又在家里陪伴着家人。战远心疼的道：你们可以多请几个职业经理人，让他们帮你们打理公司，那样多少能腾点时间出来，放松放松，不用整天神经绷得紧紧的。公司里有很多高层管理的，只是我这个当家总裁也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能事事都指望着别人帮忙。欧阳雅苦笑的道：可能我生来就是劳碌的命吧。欧阳家很有钱，由于父辈们的能力一般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导致他这一辈的要早早就接管家族事业。特别是他，由于他是老大，他的担子更重，堂妹们还能选择一下他们喜欢的事业，他是没得选。从小到大都被要求优秀，因为他要接管家族事业。当欧阳一族的家有了亲弟弟后，姐弟俩相差了20岁。弟弟虽说很聪明，可他年纪还小，等到他成年还要很久。欧阳雅曾自嘲地笑过，等他弟弟接班时，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。战远除了心疼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。他现在也不能提出来帮他分担工作上的事。欧阳家由于阴盛阳衰，防他们的女婿是防得最重的，哪怕他们家现在还没有女婿，但从欧阳雅的那些姑丈不允许过问欧阳家的生意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担心女婿干涉的多了，会霸占欧阳家的财产。就是欧阳雅的那些姑姑们都不被允许再过问娘家生意上的事，防着他们恋爱脑会被婆家哄骗拿捏。欧阳雅27岁了，都没有考虑谈恋爱，就是清楚她一旦有了另一半，长辈们也会防着她和她的另一半。不说长辈防着，就是她自己也会防着她的丈夫。太多男人靠着老婆娘家发家后换老婆的，有些甚至霸占了老婆娘家的所有家产，再整死原配换个年轻漂亮的老婆。就算是门当户对的婚姻，欧阳雅也不太放心，除非男方家里条件比他们欧阳家更好一点，家风是极其清正的，她才敢考虑嫁给他吧。到目前为止，欧阳雅还没有遇到那样的男人，大多数都是奔着欧阳家的家产来的。我再跑2圈就回去准备上班了。欧阳雅没有再和战远聊下去，率先往前跑，战远跟在他后面跑。不过战远跑了1圈就结束了今天的晨跑，他得回宿舍换好衣服，然后去给欧阳雅姐弟俩准备早餐。大概20分钟左右，欧阳雅回到了主屋，战远已经在厨房里准备他的早餐。欧阳雅走过去，站在厨房门口看了看，才扭身上楼去。屋里还是静悄悄的，他的父母还在梦中。欧阳雅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换过了衣服，洗刷后再化了个淡妆，然后出门。不是马上下楼去，而是先去了弟弟的房间。欧阳俊还是个小孩子，他睡觉的时候没有反锁房门，家里的大人也不许他反锁房门，因为大人们半夜总要到他的房里看看他有没有踢被子。屋内有暖气，就算他踢了被子也冷不到他的，但是大人们就是喜欢半夜摸进他的房间帮他盖被子。欧阳俊有时候睡到半夜醒来，满头都是汗。阿俊，起床了，到时间上学了。欧阳雅进来后，边往里走边叫喊着弟弟起床。床上的小家伙一个翻身，扯高了被子，盖过自己的头，想借此来逃避起床。他不想上学，放假在家里太好玩了。寒假刚结束，今年开学较往年又早了一点。
学生们都觉得还没有玩过瘾。开学第一天，多少孩子都爬不起来，要家长叫喊，连哄带劝的送到学校里。欧阳俊这种小学生还好一点，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们，开学第一天，很多小朋友都在哭爸喊妈的。阿俊，欧阳雅走到床沿边上坐下来，伸手去扯着弟弟的被子，说道：“大姐知道你醒的了，快起来，换好衣服，洗脸刷牙，下楼吃早餐。你的战远哥哥已经在准备早餐了，你不是最喜欢吃他做的饭菜吗？大姐，我再睡会儿，睡10分钟，10分钟后再起来。”欧阳俊转过身来，撒娇地道。欧阳雅耐着性子说道：“不可以了，再睡10分钟，时间很紧张，逢着上班上学高峰期会堵车，到时候你会迟到的，不能迟到。老是迟到，弟弟会习惯的，以后就喜欢赖床。”欧阳雅不会让弟弟养成那种不好的习惯。大姐不会迟到的，我每天到了学校，还有很多同学未到呢，到时候叫司机开快一点就行。不行，开得太快不安全。你别管其他同学有没有迟到，总之你不能迟到。起来了，再不起来，大姐可要生气了。欧阳俊嘟着嘴，欧阳雅好笑地捏捏他的嘴巴，说道：“起来了，再上2天学就到了周末，又可以放假2天，放假的时间太短了。”在大姐的催促下，欧阳俊磨磨蹭蹭地坐起来，感觉才放寒假的，这么快又开学2天了，还是暑假爽呀，暑假的时间最长了。欧阳雅笑道：“暑假有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，你还不是抱怨假期时间不够长，玩乐的时间再长，你都说不够的。阿俊，你现在还小，大姐可以不管你的学习，由着你再玩2年，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稍大一点了，就要以学习为主要任务。你那些兴趣班，下个星期也要重新安排时间去上了。现在你上的兴趣班，跟你班里的一些同学来说，算是少的了。大姐不想削夺你童年的快乐，暂时不帮你报那么多的兴趣班。她读书的时候，兴趣班就特别多，家里请的老师回来1对1的上课，要求他文武双全，琴棋诗画样样精通，说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，也要他学拳脚功夫，是因为他姐妹多。那时候阿俊还没有出生，几房人都没有一个男娃，父母辈都以为这一代是没有儿子的了，就要他这个当大姐的厉害一点，那样才能守得住欧阳家庞大的家业，才能保护好妹妹们。欧阳俊，大姐，下周再上兴趣班行吗？我还想再轻松1个星期。欧阳雅轻弹一下他的额头，你说呢？欧阳俊又嘟着嘴，小声嘀咕地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东西呢？你很喜欢和战远玩吧？觉得战远什么都会，也做得很好。战远哥哥是很厉害，太棒了，什么都会。他带着我和老二一起玩，都不带重样的。大姐，你什么时候给战远哥哥放2天假，让他带我和老二出去玩？我想让战远哥哥带我们去游乐场玩。”欧阳俊兄弟俩越来越喜欢战远，只要战远有空，就缠着战远陪他们俩玩。可惜战远哥哥很多时候都在为大姐服务，小家伙心里清楚得很，他想借战远哥哥去用一用，必须征得大姐的同意。看情况吧，赶紧的起来换衣服，大姐在楼下等你一起吃早餐，别让大姐久等哦。大姐，老二起来了吗？欧阳俊边下床边问着大姐，他都被大姐叫起来了，没理由让老二睡懒觉的，怎么着也要让大姐将老二从被窝里挖出来。估计起来了吧，他要过来吃早餐。为了能吃上战远做的早餐，欧阳健也是拼了，天天大清早就起来，跑到大伯家里蹭吃的。听到弟弟可能过来了，欧阳俊动作快了很多。欧阳雅没有等弟弟，他说道：“你等会儿自己下楼，检查一下你的书包、书本、水杯带上了没有。”他是不会帮弟弟检查这些的。
每天都要求弟弟自己检查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事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父母或者佣人想帮忙，都会被他说一顿。现在父母都不敢再帮弟弟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由着他管教弟弟。父母40几岁才生了弟弟，又只有一个儿子，让父母管教弟弟的话，欧阳亚敢说弟弟会被溺爱的不成样子。大姐，我知道了。欧阳俊应着，他已经开始刷牙。从弟弟的房间出来，欧阳雅下楼去。刚下到1楼，便看到欧阳健背着小书包小跑进来。跑那么快做什么？小心摔着了。欧阳雅说了堂弟一句：“大姐，早上好。”欧阳健立即停下来，笑着向大姐问好。过来。欧阳雅朝堂弟招招手，以为大姐要批评他。欧阳健脸上的笑容都没有了，换上了小心翼翼，但还是走到了欧阳雅的面前，扬起小脸，认真的道：“大姐，我保证明天不跑了，走进来的。”末了，他解释一句：“我怕来不及吃早餐，会迟到。”欧阳雅揉几下他的短发，好笑的道：“你们幼儿园里有早餐吃，在家里来不及吃早餐也不会饿着。包括弟弟在学校里也是有早餐吃的。战远来了之后，兄弟俩天天都要在家里吃早餐，不吃饱，只吃5、6分饱就行。到了学校，早读早操过后才会吃早餐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兄弟俩早就饿了，也就吃得下学校的早餐。欧阳俊上小学了，低年级的学生不需要住校，4年级开始就要住校了。故而他中午和晚上都是回家吃饭的。欧阳健小1岁，要等9月份才能上小学，目前还在上幼儿园，中午留园吃饭，晚上才能回家。小家伙就觉得自己少吃了一顿，早餐一定要吃到战远哥哥做的，免得他在幼儿园里都惦记着战远哥哥做的美食。他还带过战远做的点心回园里和其他小朋友分享，小朋友们都夸好吃。欧阳健那个嘚瑟呀，说他天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、最好吃的点心，导致有些小朋友回家里吵着要吃最好吃又很可爱的点心，吵的家长们没有办法，只能联系欧阳健的父母问点心在哪里买的。知道是欧阳大小姐私厨做的点心后，那些家长感叹，怪不得他们家孩子爱吃了，原来是 A 是嘴巴出了名挑剔的欧阳大小姐的私厨做的。战远知道了这件事，答应了欧阳健，让他邀请同班的小朋友过来玩。然后战远给一班小朋友做些新鲜的卡通形状点心。大姐，我每天只有早餐和晚餐才能吃到战远哥哥做的美食，你要是不让我过来吃早餐，我每天就只能吃到1次了。欧阳健伸出一根手指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大姐，战远哥哥答应了我，这个星期6给我们做卡通形状的点心，你不会反对吧？我都跟我的同学们说好了，他们都要来咱们家呢。”小家伙也知道爱面子，生怕严肃的大姐拒绝了，那他丢脸丢得可大了。毕竟战远哥哥答应了他后，他在幼儿园里，小朋友们都对他极好，他们是为了能吃到战远哥哥做的卡通形状点心。战远哥哥是大姐的私厨，大姐要是不答应，战远哥哥也没有办法的。欧阳雅轻捏一下弟弟的脸，战远既然答应了你们，说到做到，大姐周末在家里休息，不会拦着的。不过你们别在家里吵吵闹闹，去你家里闹去，大姐要休息的。谢谢大姐，我会跟我的朋友们说的，不会吵到大姐休息。大姐，我哥还没有起来吗？得到了大姐亲口应允，欧阳健的小脸上又有了笑意。欧阳雅帮堂弟拿下小书包，说道：“他还在准备中，很快了。你在屋里等他几分钟，等会儿一起用早餐。大姐今天要去见客户，会经过你们幼儿园，大姐送你上学。”欧阳健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欢喜的道：“真的吗？太好了！”欧阳健开心至极。大姐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欧阳雅走回到沙发前，放下了堂弟的小书包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，
佣人将今天的新报纸放在茶几上。他爸爱看报纸，每天的新报纸到了，佣人都会摆放在茶几上，方便他父亲阅读。欧阳雅只要有时间也会翻看一下。拿起了报纸，欧阳雅翻阅起来。欧阳健坐不住，他早就溜进了厨房里，看到战远已经准备好了4份早餐。欧阳健很体贴地上前，战远哥哥，我来帮你。然后他端起属于他的那份早餐出去。战远准备的4份早餐，有2份是给欧阳俊兄弟俩准备的，都是小孩子喜欢吃的，又富有营养，还摆放成小动物的样子，仅是看着都赏心悦目。欧阳雅的那份早餐相对来说简短一点，营养搭配充分。还有一份则是战远自己的早餐，他是管城人，就算来了 X 省这边，还是管城的饮食习惯。他早餐就喜欢吃点白粥，炒2样小菜搭配，清淡的不能再清淡了。而且他1个月几乎都是这样吃。你哥下楼了吗？战远端着欧阳雅姐弟俩的早餐出去。欧阳健已经在餐桌前坐下，应着我大姐说要等他几分钟。我吃东西没有大哥快，我先吃。战远笑，2个准小舅子都喜欢他，不枉他花了那么多心思陪伴2个小家伙，获得了他们的一致好评。欧阳雅虽说对2个弟弟都很严格，却也很疼爱他们。兄弟俩很喜欢战远，战远待他们真心的好。欧阳雅是看在眼里的，对战远的好感越来越深。就是欧阳家的长辈们对战远都是越来越好，大概是知道了战远的真正身份吧。战远不仅仅是他们家的私厨，还是管城第1豪门的6少爷。管城的第1豪门战家可是千亿豪门，在管城的地位稳如磐石，涉及到的行业众多，家风又好。战远兄弟9个，听说个个都是人中龙凤。战远将2份早餐放在餐桌上，然后走过去对还在看报纸的欧阳雅说道：大小姐可以用早餐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欧阳俊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，接着便看到他一手拖着小书包，飞快地跑下楼。阿俊，欧阳雅叫了一声，欧阳俊立即刹住了脚步，然后提起了小书包，再背上，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，再也不敢跑。不得不说，小兄弟俩性格差不多。大姐早安，战远哥哥早安。欧阳俊走到了大姐的身旁，恭恭敬敬地问好。以后再让我看到你跑着下楼梯，罚你1个星期不能吃战远做的饭菜。大姐，1个星期太长了。欧阳俊本能的讨价还价，还敢讨价还价，说明你不想改，那就罚1个月吧。欧阳俊，大姐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这不是在缩短时间，为了快一点吗？大姐的讨价还价是越讨越多的。大姐瞪过来了，欧阳俊神情一肃，随即却又调皮的吐舌头，扮个鬼脸，然后躲到了战远的身后。几个姐姐都很给战远哥哥面子，欧阳俊自认抱到了战远的粗大腿，以后若是犯错了，可以找战远哥哥帮他求求情。战远，他没有粗大腿啊，小舅子指望他求情，还不如好好的改掉坏习惯呢，因为他是向着欧阳雅的。去吃早餐，别迟到了。欧阳雅敛回了瞪弟弟的视线，这次就不罚你，但下不为例。大姐真要罚你，你战远哥哥也保不住你，他听我的。欧阳俊仰头看战远，战远老实的笑道：我是你大姐的私厨，当然听你大姐的，你能吃到我做的饭菜，是托你大姐的福，为了你的胃，你最好就听你大姐的。欧阳俊，战远哥哥，你居然也怕我大姐啊？欧阳雅边收起了报纸，边说道：再在这里说下去，等下迟到了，可别哭鼻子。话音刚落，欧阳俊扭身就跑了。这小子越来越皮。战远说道：小孩子都是这样的，喜欢玩。不过阿俊和阿健都是有分寸的人，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，他们心里有数的，偶尔会犯错，也很正常。我们成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，更不要说孩子了。
在他看来，欧阳家的2位小少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却不会恃宠而骄，很懂事。像小九小时候，战远比小九大了近10岁，小九几岁大的时候，他都10几岁了，还记得小九儿时的调皮样。当然了，小九也是被压制的最多、最厉害的那个。谁叫他头上有8个优秀的哥哥呢？他年纪又是最小的，哥哥们疼爱他的同时，对他的管教也严，他是闻哥哥们而丧胆的。大小姐，去用早餐吧。好。欧阳雅起身，等他进了餐厅，与2个弟弟一起用早餐时，战远则是回到厨房里，在厨房里解决自己的早餐。欧阳雅邀请他到餐桌上坐着一起用餐的，都被战远拒绝了。他说他是厨师，就在厨房里解决就行，始终记得自己是欧阳雅的私厨，并没有因为大家高看他2眼，他就越轨。他的坚持原则摆得正自己的位置，又让欧阳雅更加的高看他。明明他是千亿豪门的6少爷，但他应聘了他的私厨职位后，就完全甩开了战家6少爷的身份，认认真真的当他的私厨。战远解决了自己的早餐后，欧阳雅姐弟3个也吃完了，他出来收拾桌子。欧阳建华下椅子，对大哥说道：“哥，大姐今天会经过我们幼儿园。”大姐说送我上幼儿园，他这是炫耀。欧阳俊果然羡慕地看向大姐，欧阳雅看都不看他，说道：“我去小学不顺路。”欧阳俊小声嘀咕：“大姐很少送我上学。”欧阳雅起身走出了餐厅，欧阳健跟着，还扭头冲大哥扮个鬼脸，然后一溜烟跑过去，拿起他的小书包，跟着大姐出门。有什么好嘚瑟的？说不定一路上会被大姐说教呢。欧阳俊冲着姐姐弟弟的背影吐槽。战远笑：“要不要战远哥哥送你上学？”“不用了，战远哥哥再好都代表不了大姐。”欧阳俊自己背着小书包出屋，平时负责送他上学的专车司机以及2名保镖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。战远送他到屋门口，看到他上了车后，才扭身回屋里进厨房洗碗，然后再为欧阳太太夫妻俩准备早餐。他可以不做的，谁叫欧阳太太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呢？当然要好好的表现，极尽的讨好准丈母娘，让丈母娘越来越欣赏他，以后就不会强烈的反对他和欧阳雅在一起。战远不担心自己的条件不达标，只担心2地相距太远，欧阳家舍不得欧阳雅远嫁。这边的战远日子过得很平静，在平静中一点一点地推进他和欧阳雅的感情。远在海城的战义阳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，他此刻到了杜氏集团的门口，上班时间进出公司的人不多，偶尔会有些职员需要外出工作的。杜氏集团的当家总裁杜大小姐并不在公司门口等着，但让值班保安将她买的一大袋辣椒交给战义阳，就连直播团队都帮战义阳安排妥当，战义阳只需要准备到位，开始吃辣椒就行。辣椒还让人帮战义阳清洗干净。保安将一大袋的辣椒递给战义阳后，问他：“战先生需要篮子吗？要不倒出来放在篮子里，这样方便你吃。”“有篮子吗？”战义阳问他。保安笑道：“有的，我们都为战先生准备好了。战先生需要的话，我马上就拿给你使用。他们总裁出手就是爽。总裁说了，战先生不喜欢吃辣，他们管城人吃的比较清淡的，也很多人不爱吃辣。战先生不喜欢吃辣，总裁偏要让战先生直播吃辣椒，替副总裁出口气。谁叫战先生当初伤了副总裁，现在想吃回头草，当然就要接受一点惩罚的，否则总裁那口气出不来。他们杜副总又不是没有人要，只要杜副总想嫁，肯嫁多的是人想娶她的。”保安拿了个篮子出来，递给了战义阳。战义阳接过了那个篮子，将那一袋辣椒倒在篮子里，然后按照直播团队的要求走到镜头下，说道：“
去年我无心伤到了雨萌的自尊心，是我的错，我向她道歉。雨萌没空搭理我，杜大小姐说了，只要我直播吃辣椒，就允许我天天过来在这里等着雨萌。我怕辣，平时一点辣的都不吃。不过为了能见到雨萌，有机会求得雨萌的原谅，我愿意接受杜大小姐给我的挑战，吃辣椒。大小姐没有准备有台词的战四少爷说明前因后果，没事吧？有人悄悄发信息征求杜大小姐的意见，得到的回复是由着战一阳说话，不限制他说什么，反正他清楚他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做错了事，说错了话，他非但追不到杜雨萌，反而会离杜雨萌越来越远的。战一阳抓起了一把辣椒，一个个放进嘴里嚼食，满嘴都是辣味，辣的他都想伸舌头了，但他还是强忍着吃下了那一嘴的辣椒，辣的他感觉嘴巴都要冒火了。好几分钟，他才有勇气抓起第二把辣椒放进嘴里。战一阳这场直播吃辣椒，整个杜氏集团的人都能通过手机看到。杜大小姐将她直播的事发在了公司的几个工作群里，让大家可以腾出5分钟的时间看一看，不让看太久，怕影响大家工作。除了杜氏集团的人能看到，还有就是杜家所有人以及远在管城的战家所有人。杜大小姐问到了战奶奶的联系电话，加了老人家的微信，在战一阳直播吃辣椒时转发给老人家看。老太太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，又将直播转发到家人群里，所有战家的人都能看到战四少爷追妻火葬场的第一道关卡，来自杜家大小姐的发难，直播吃辣椒。老太太看了几分钟，对二儿媳妇说道：一阳吃得太慢，几分钟了才吃了2把，瞧他被辣得的样子，那一篮的辣椒什么时候能吃完呀？战一阳是战一晨的亲弟弟，二太太的次子，他自然也看了次子吃辣椒的事，附和着婆婆的话，就是吃得这么慢，一把抓的也少，不够辣，雨萌没那么容易心软的。他要是不停地往嘴里塞，往嘴里塞，辣的他满脸通红，眼泪都出来了，嘴唇肿胀，那样雨萌才会心疼，出去阻止他再吃下去。能让一阳终止吃辣椒的人只有杜雨萌。老二家的，你在评论区里给他发评论，提醒他多吃点，吃快点，只要辣不死，能吃多少是多少。杜家那边也有分寸的，他吃了一定数量的辣椒，自会有人阻止他，但他现在吃得这么慢，杜家会觉得他诚意还不够的。你也别说后面这些话，就给他发评论，让他多吃点，吃快点就行，叫大家去给他刷礼物，催他多吃点。老太太说着自己给战一阳刷礼物了。二太太笑道：行，我按妈说的去评论。她这个亲妈亲自发评论，催战一阳多吃点辣椒，吃快一点，还用嫌弃的口吻说战一阳吃的慢吞吞的，看他的直播太没意思，嫌弃儿子追妻不行，连吃辣椒都不如别人，然后猛刷礼物，催着儿子多吃点，吃快点。战家的其他人看到老祖宗都刷礼物了，战一阳的亲妈又下场评论兼刷礼物，他们也跟着刷礼物评论都是催战一阳多吃点。战一阳看到了家里人的催促，也看到了大家给他刷的礼物，已经辣得不知道天南地北的他，似是悟出了家里人暗示的真相，都辣成这般了，再辣也辣不到哪里去。他便按家里人说的那样，大把大把地抓起辣椒往嘴里塞，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，感觉嘴巴都被辣肿了。杜雨萌也看到了这些评论，以及战一阳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辣椒，他关掉了直播，不想去看战一阳吃辣椒的场景，可是他也无法认真工作，一颗心乱乱的。几分钟后，他扔掉了签字笔，起身拉开了椅子，大步离开。刚走出办公室，就看到了大姐。大姐，杜雨萌叫了一声杜大小姐，你要出去。杜大小姐心知肚明，大姐她已经吃了不少辣椒，她是个不吃辣的人，
一下子吃那么多会伤他的肠胃。杜雨萌还是心疼战一阳的。杜小姐笑，你既然心疼了，那你出去阻止他再吃下去吧。不吃辣的人一下子吃了那么多也够他受得了。他也没想过真让战一阳吃完那一大篮的辣椒，真会辣死人的。他不过是刁难一下，也是看看战一阳对妹妹的真心有几分。只要战一阳愿意按他的要求去做，这一次他会饶了战一阳的。当然了，才是第一关。以前战一阳追求他堂妹那是很容易的，他们家里人知道战一阳来自管城第一豪门的战家，都很满意他。战一阳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，他亲自替堂妹调查过战一阳，认为这个男人适合妹妹，两个人真能成为夫妻，妹妹绝对会很幸福的。战家的好家风让长辈们12分的满意，但是战一阳放弃了大好的机会，在撩动了堂妹的芳心后，突然就说他尝试了2、3个月的时间，发觉他始终无法爱上萌萌。萌萌是多么骄傲的人呀，也不愁嫁的人，被战一阳那样伤了自尊，心里有多难受。萌萌是不说，可是杜大小姐他们个个都心疼得要命，幸不得组团飞管城替妹妹教训战一阳一顿。妹妹不让他们出面，她自己请了一段时间的假，亲自飞往管城，找到战一阳，解决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。杜大小姐知道，哪怕萌萌回来后说她和战一阳其实都不算开始，因为并没有公开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。既然都没有开始，何来结束一说？但萌萌心里还是想着战一阳的。萌萌不让他们插手，他们忍着不插手。如今战一阳主动跑过来，杜大小姐等人是忍无可忍的了。